2025年3月，大阪世博会地标印度基建的继承者，世界最大木结构建筑大屋顶环，在距世博会开幕仅1个月时发生崩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好消息是它的不是这个大木架子，坏消息是底部的防水护岸正在被海水侵蚀。据官方解释，受损护岸足足600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海浪冲击力超出预期。好家伙，问题是本来设计就是防水的呀。没想到2月刚竣工，注水才2天就发现受损，但日本政府一直瞒到风风光光，拿完吉尼斯世界纪录才公之于众。更尴尬的是，皇太帝夫妻前2天刚去参观了一波。大家好，我是立志瘦到120斤的星辰。据4月13号，日本世博会开幕已经不足2周，但目前看来可谓诸事不顺。之前就厕所爆炸现在地标呢又成豆腐渣。官方宣传册还搞出乌龙印刷，还有被誉为世博之花的海外场馆居然还没造完。在看完了相关信息后，基本可以说本届大阪世博怕是要完了。转发加点赞，这就是世博会，听日本说。夢と大きな驚きを与えるような万博に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し、大阪・関西万博は皆さんの未来を先取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天皇陛下万歳！電気もものすごく導入してですね、絶対反対です。年内に企業団体研究の問題も含めて決着をつけようじゃありませんか。提到世博会，大家最先想到什么？举国之力深博，但惜败的韩国宣传片。Only one choice。创下9小时排队传说的上海世博沙特馆，经常看星辰的都知道，世博会之于大阪，就好比奥运会重回伦敦，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他忠实的巴黎，都有着承载帝国高光记忆的特殊地位作为亚洲首个举办世博会的城市，上次大阪世博会还是1970年，当时的日本跻身世界第2大经济体，迎来历史性高光。展会现场可谓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美国馆阿波罗11号带回了月岩，苏联馆联盟号载人飞船实物，还有日本馆的手机、军网、磁悬浮列车、可视电话、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以及自动人行道等众多日后引领潮流的现代科技争奇斗艳。整个世博会相关工程投入超6500亿日元，主题馆太阳之塔更是成为日本经济重新崛起的象征。正是凭借1964年东京奥运和1970年大阪世博这2大国际盛会，让世界重新认识战后日本工业、科技和文化的强大实力。之后，日本经济继续一路腾飞。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步入21世纪的日本属于是产业一甩再甩，首相一改再改，老人上班拄拐，街上没有幼崽，要么主动开摆，要么纷纷下海。咋办呢？已知当年举办东京奥运和大阪世博后，日本经济一路起飞，同理可得。只要再办一次东京奥运和大阪世博，日本就会再次起飞。2017年，大阪正式宣布世博会主办权竞标启动。巧的是，彼时的日本4年前刚刚击败是伊斯坦布尔，拿到东京奥运主办权。当年4月，内阁正式批准申办。为表重视，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亲自视频拉票，最终于11月成功拿下举办权。得知获胜消息的安倍さん激動莫名。夢と大きな驚きを与えるような万博に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し、関西のですねパワーで被災地を含め日本全体をですね元気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期待しています。首先是世博会选址，日本大胆地选在了大阪市郊的孟州。为啥说大胆呢？介绍下，1988年大阪市将其规划为科技新城，没想到泡沫经济破灭，这地儿成了人厌狗嫌的负面遗产。90年代，大阪决定申办2008年奥运会，又将此地定为奥运村。但众所周知08年奥运不在大阪。另外，孟州是填海造陆的人工岛，至于填的啥呢？
垃圾从1977年开始就是垃圾填埋场，划重点啊，后面要考。在首相大人的力挺下，2019年世博会场馆建设成本出炉，仅需1250亿日元。2020年总体规划公布，可喜的是，经过严谨评估，如果一切顺利，预计吸引3000万人到场，带来经济效益可达2.9万亿日元。对于这场时隔半个世纪的国家大计，日本各界给予了极高的期待，一切就绪，开工。然后如期而至的新冠不仅让东京奥运血本无归，也给了大阪世博一记重拳。1250亿的场馆建设不够了，涨到1850亿日元。按说这钱啊倒不算啥，问题在于日本特色场馆建设那是曹冲发火抽象啊。世博会协会提出了3套场馆方案，其中 A 方案最能彰显各国特色。问题是 A 方案需要先跟日本当地建筑公司联系，确定设计方案后，再向市政府申请建设许可证，然后在规定时间建造完毕，取得完工认证，最后再完成产品布置，取得使用许可证，才能接待游客。显然呢，这套堪比印度杀猪盘的繁琐流程，意味着每个环节都能被砍一刀。于是当地建筑商纷纷坐地起价，加上口罩事件后日本物料、人工、交通全在涨，导致建筑费高到离谱。这哪是办展览呢，分明是宰大款呢。虽然价格很贵，但是速度更慢呢。截至2024年4月，距开幕不足1年，有16个国家连承包商都找不到。到8月底，居然还有7个国家馆没开工。即便找到承包商，市政府审查建设许可证的时间要足足2月。这下好了，原本60个国家自建场馆，这套流程下来缩减至47个。巴西等5国改为简易展馆，北欧5国决定共建拼合馆啊。墨西哥、爱沙尼亚、希腊更是宣布因财政原因退出，也不玩了。好消息是，日本做到了一视同仁，连自家主场馆都差点凑不齐竞标单位，不得不大幅增加预算，直到2023年4月才奠基。在日本杰出的慢工出细活下等到2025年3月，距开幕仅剩1个月时间，原定100%完工的场馆区实际进度略有差距。大家猜猜，取得完工证明的国家有多少啊？足足8个。至少10座场馆无法在开幕前完工。一时间，日本上到媒体，下到市民，逮着政府一顿怼。世博会烂怎么不找自己问题？你打工好好的，遇到口罩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你在大街上挨了一枪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你妹妹跑去大久保公园扒火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什么都找自己问题，找自己问题。尼玛我都挂了，怎么找自己问题啊？我心胸还不够宽广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你告诉我，我能怎么赢？我当个首相，我能怎么赢啊？广场协议1签，今天失去30年了。我奥运世博都申办下来了，然后口罩来了直接爆炸，哎呀山上吹就跟个刺客一样，杀死你啊！然后死破猫就在那边，还有困太酷了，就在那边睡了。你告诉我怎么赢？不玩到死，折腾到死。不过很快，日本政府发现工期延误只是最小的问题。2023年11月，由于修改设计、削减成本、重新招标，物价上涨，日元疲软，场馆建设费用再涨2350亿日元，接近最初预算的2倍。怎么这么贵呢？有不懂事的记者一查，嘿，您猜怎么着？场馆厕所竞标价近2亿日元，折合人民币956万元。你这图啥呢？图160吗？一时间舆论哗然。嚯，你这马桶座是金子做的，还是马桶盖是金子做的呀？但当厕所实拍图出现后，网友骂得更狠了，因为这个价值2亿的厕所外部就像一堆铁皮集装箱，内部更是简陋到令人发指啊！整个场馆共有40处厕所，根据坑位多少不同，最小的仅13个坑位，标价7000万日元，其余均在1亿日元以上。不是，山本专员拿的也太多了吧？随着事件迅速发酵，各路网友纷纷开始赛博判刑，有喷偷工减料的，有喷中饱私囊的，引得设计师亲自下场。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也出面表示，这不是普通的厕所，而是拥有60个马桶的大型厕所。通过合理竞标，我们认为价格并不高。啥不高？元旦能登半岛刚地震，现在2月过去了，还有数千家庭停水，你们居然如此浪费。
小提一嘴啊，2024年1月的能登半岛地震1年后，至今还有2万多名灾民住在临时庇护所里，别说灾区重建了，倒塌的房屋都没清理完。厕所事件后，大阪府知事帮忙辩解，这是因为建筑师将全新建筑技术和建筑价值观注入了厕所的灵魂。好，厕所先人是吧？还没完呢，紧接着的3月一场馆工人在厕所焊接时呢，火花不慎引燃沼气，导致爆炸，约100平方米的混凝土地板被掀了个底儿朝天。对的，此前垃圾填埋场的副作用出现了。更离谱的是，事发4个半小时后，建筑公司才联系消防部门，随后关西电视台请求公开信息，结果他们收到市政府的现场实况图，一张除厕所轮廓外的全黑图全部细节未知。后来据调查，爆炸这地儿呢，前后76次检测出甲烷超标到需要人员疏散的水平。好消息是，主办方宣布紧急增加30亿日元安装通风设备补救。坏消息是，补救效果未知。要知道这地儿可埋了几十年垃圾到时候3万人进去参观，这要整个大的，别忘了来我这儿圣地巡礼虽然主体建筑地基被掏场馆建设处处挨刀，厕所价格有点虚高，沼气浓度有点超标，好在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也没整出东京奥运那种会计部长自杀的狠活，但各种24K 纯鸡肋的问题一直没断过。作为本次世博会的重头戏，大阪曾承诺世博期间将开通空中出租车服务，大阪府知事将其定位为空中移动革命，是不是很大胆？空中出租车就这个世博会就这个会场，但我主动放弃了，为了安全改为示范飞行。也别扯什么安全不安全了，因为项目开发商之一丰田在去年12月的飞行汽车安全测试中呢，25个试验项目发现174处不规范情况。更抽象的是，就在工地漏洞百出之际，世博会形象代言人松本人志被9名女性受害者站出来指控性侵，剧情相当劲爆作为日本国民级搞笑艺人，为了讨好这位土皇帝，不少后辈化身为敬事房太监，奔走全国为其物色年轻女性，并诱骗送到松本手中。3月31日，松本宣布辞任形象代言人，给本就命运多舛的世博会又添一层阴影。别急，还有呢！经常开世博会的都知道，办大事得有观众捧场，票得卖出去大阪世博会预期出售1400万张，实际大家猜猜卖了多少？截至1月，仅744万张，其中的80%还是企业购买后转售员工或分发客户，也就是说真正愿意去的老百姓屈指可数。不过很快便被辟谣，官方调查结果非常乐观，大阪还推出了免费邀请学生参观的活动，约70%学校学生同意参加，仅20%是未定。坏消息是，官方调查问卷上只有2个选项，希望参加正在讨论对的，压根就没有不去选项。如果你选择正在讨论，还会有政府专人联系你，为啥不选希望参加？其实票之所以卖的差，次要原因是买票手续过于复杂。首先要登录官网获取世博 ID， 提前确定参观日期时间，再付款买票，然后呢还得提前确定展馆。有记者在大街上帮大爷搞了半小时都没买上票，主要原因是票价太贵了，门票价约7500日元，根据日媒换算，这是有史以来门票最贵的世博会。其实原定票价是6000日元，但随着安倍晋三枪击事件，警方要求加强贵宾安保，谁也没想到山上彻也在奈良街头的一枪会让3年后的大阪世博门票大涨。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这门票卖不出去，那周边呢？整点2次元，粉丝不得咔咔买呀？确实2次元，只不过太二了2022年万众瞩目的世博会吉祥物麦麦惊吓亮相。怎么说呢？这放大一下，搁迪迦里高低得打2级这个诡异吉祥物在过去几年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笑柄。不是，这设计师是远古公司从事怪兽设计的吗？谁他妈想不开会买这玩意儿来当纪念品呢？更离谱的是，你还不能怪设计水平，因为这是从1898个方案中挑选出的3个备选方案里最后杀出重围的作品。他被选中的理由是新奇和具备亲和力。更离谱的是，很多人只看过正面背面长这样。
都2025年了，这玩意儿还在首相官邸，把石破茂吓一跳啊！而世博会的神秘红色肉瘤 logo 同样也是5个最终选项中选了最阴间的那个。论抽象程度，谁还分得清你和毕加索呀？2025年3月，好消息传来，距开幕式不足1个月，大阪世博会日本馆终于竣工了，为此专门举办竣工仪式。然后就出现了地标防水护岸坍塌的丑闻，主办方坚称不影响安全，但自觉将承重4.5万人调整为限制1.5万人。离谱的还不止这些，由于问题过多，咱就挑大的说啊。长达2公里的大屋顶环居然没有一片遮阴板，而世博会横贯整个夏天，大阪夏季经常超35摄氏度，极易中暑。6至8月还是雷电高发季节，施工方居然将大屋顶环扶手连接避雷针。另外，日本宣称大屋顶环采用传统技艺贯工法，但被人发现用了大量螺丝钉。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会场新增了自动驾驶横渡巴士，因车标被抠，品牌未知，就是方向盘有点醒目啊。世博笑转之，拆标。哎，不对啊！我记得前2天索尼社长嘲讽中国电动车只会花里胡哨，而丰田章男呢多次吐槽电动车不环保。你这3月19日啊，世博会官方指南发布，随即爆出插图居然错用成作者手机拍的草图，还他妈是模糊放大版。那这事儿是咋发现的呢？是人作者在书店偶然翻到的，当即勃然大怒。整张插图最清晰的是自己的名字。私の名前だけはっきり書かれていて、もう本当に体が凍りつく思いでした。紧接着又发现联合国旗印错啊、字儿打反等多处低级错误。好家伙，关系到国家颜面的盛会，整得比草台班子还草台呀！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安全拉胯，厕所爆炸，主体地基遇水即化；下联预算上天，数据瞎编，大会形象极度阴间。1970年大阪世博会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吸引了70多个国家参展，约6400万名观众参观。但如今的大阪世博却不得不面临一个严重危机。作为一个花了数千亿的大工程，被赋予了刺激国家经济重任的重大项目，却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在乎了。根据30研究所的问卷调查，伴随着世博会的临近，有意来大阪观展的人反而在减少，到2024年仅有24%。同时，巨额超支、厕所丑闻也导致世博会劳民伤财的批评与日俱增。2024年，大阪府市民征集了9万人的签名，要求取消世博会。興味があるかどうか。わかりません。ちょっとわかんないですね。ごめんなさい、あまりないです。そもそもわかんないし、あんま関心もない。全く何も知らなかった。トイレとか高いんですよね。作った時そんな高くなくて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建設が結構遅れてるっていうのをニュースで見て、ちょっと大丈夫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そこ止まりでそれ以上の関心はないですね。更严重的是，2025年大阪世博会主题是构建未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但又有几人能感同身受呢？就在大阪大张旗鼓举办世博会的同时，2023年日本失去了30年里唯一幸存的支柱产业汽车出口被中国反超。1995年，日本 GDP 占世界比重达到历史峰值的 17.64%， 而到2024年已不足 4%。 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报告，未来50年，日本人均 GDP 排名将从世界第29名下跌至45名。与展现日本进步的1964年东京奥运与1970年大阪世博相比，2021年东京奥运的惨败与2025年大阪世博的混乱，更像是一面映射日本停滞的镜子。通过世博会宣告兴衰，也透过世博会展示衰落。命运的子弹螺旋了50年，最终还是打中了日本。